在自己喜欢主播直播间购买东西，相信大部分朋友都做过。但是购买的东西出现问题后，谁来惩罚这些贩卖假货的主播呢？影片刚开始，一位神父正在驱魔，男人痛苦地在床上挣扎着。只见神父嘴里念叨着一段咒语，然后朝男人身上洒下了一滩圣水。随着圣水的滴落，男人身上冒起了阵阵白烟。神父拿出了一个十字架对男人镇压，可诡异的是，男人竟然从担架上站了起来，恶狠狠的表情想要将神父吞噬。此时神父也终于知道了恶魔的名字，他赶紧让助手拿出圣经，对着男人念出了驱赶恶魔的咒语。一阵嘴巴输出之后，男人顿时如遭雷击，瞬间晕了过去。等男人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恢复了理智。看来恶魔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。随着驱魔仪式的结束，神父竟然来到了镜头前，唱起了歌。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，感谢你们默默相守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直播。神父阿伟为了直播卖火，特意自导自演搞了个驱魔带火。刚才一切全部都是假的，只不过是阿伟和产品商演的一出戏。不要698，只要198。兄弟们赶紧上车！阿伟做带货已经2年半，可粉丝也仅仅只有几万人，都还没有达到网站带货达人的认证，这也让阿伟很不甘心。为了获取更多的关注和曝光，他开始和制片人比克策划下一场直播内容。为了提高人气，两人决定请另一名网红老八来扮演被恶魔附身的人，意图靠这次梦幻联动吸引粉丝割韭菜。和对方经纪人敲定细节之后，阿伟团队开始着手布置驱魔现场，只等网红来了就可以开播。而此时的网红老八却在半路上迷了路。就在老八查看手机地图时，角落里突然闪出一个奇怪的女人，老八被吓得差点了出来，他急忙转身就往回走，可这时手机突然没了信号，身后的女人此时已经跟了过来，老八吓得慌忙地朝前面跑，本以为摆脱了女人，可下一秒，另一边的直播即将开始，演员却一直没有出现。这次带货如果毁约，阿伟团队将面临巨额的赔偿。比克看着走来的女友阿珍，心里顿时有了主意。阿珍有过表演的经历，演戏这块肯定没问题，演员和导演已经就位，这场驱魔大戏也正式开始了。虽然不是专业演员，但阿珍的演技让刚在58同城找到工作的小编都赞叹不已。那癫狂的状态更是让屏幕外面的观众感觉他就是已经被恶魔附身，就连阿伟都直呼他是个老演员了。就在事情按照计划进行时，负责道具的猴子突然一脸惊恐，接着便晕倒在地上。阿伟还以为猴子太累，让他去厕所洗把脸，殊不知这次驱魔卖火竟然招惹来了真的恶魔。猴子来到卫生间洗了把脸，可这时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水龙头里流下了刺目的血水。这还没完，等他抬头看向镜子时，发现里面的自己脸上长满了巧克力。此时的外面直播还在继续，阿伟还没察觉到不对，还在朝阿珍头上洒着圣水，可阿珍身上突然冒起了红烟。这一幕让阿伟充满诧异，扭头看向了一旁的道具师，对方也是一头雾水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虽然搞不清楚状况，但表演还是要继续。一直低着头的阿珍这时突然说了一句话，离得太远，阿伟没有听清，于是凑了过去，谁知比克还以为阿珍演得太过投入，想要上前阻止，可阿伟感觉自己的演技受到了挑衅，于是拿出老演员十字架贴在了阿珍的头上。但阿珍没有受到丝毫影响，反而把一旁上链接的运营叫了过来。胖子身上的刺身突然起火，火焰瞬间包裹住了他的身体，屏幕前的观众也被这种表演吓呆了。运营小姐姐还想用灭火器救火，谁知里面喷出的也是火焰，这真是不给胖子一点活路啊！这么刺激的表演也让直播间华子满天飞，直播间人数更是来到了30万，粉丝纷纷要求上链接购买。比克想打报警电话，可通话无法接通，变成乱码。这时阿伟团队才意识到自己惹上了大麻烦，阿珍真的被恶魔附身了。阿伟来到镜头前，想要寻求观众的帮助，可粉丝们都以为阿伟在演戏。恶魔警告阿伟，如果关闭直播将会杀了他们，并且要求阿伟在观众面前承认自己是个骗子。距离直播结束还有20个2分半，阿伟不想让自己的名声毁于一旦，他慌忙找出一本经书，想要念咒语。可比克告诉他，每个恶魔都有固定的驱魔咒语。说完就跑到电脑前查询恶魔的资料。这时恶魔身体开始剧烈抖动起来，阿珍似乎在和恶魔争夺身体控制权。看着阿珍呼吸有些困难，阿伟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他让运营按住阿珍的身体，然后将手伸进了阿珍的嘴里。没想到他竟然从阿珍口中掏出了自己小黄车正在热卖的围巾。比克这时也反应了过来，恶魔希望阿伟在观众面前说出真相，他们团队一直在卖假货骗人，抬高物价，什么不要998只要79的产品，其实都是几块钱的便宜货。为了女友的安危，比克让阿伟在直播间承认了之前和厂家勾结签协议，搞全网垄断，卖给粉丝们便宜的垃圾货。等阿伟说出实话后，阿珍身体接着又是一阵抽搐，阿伟又将手指伸向了她的嘴巴，可下一秒阿珍睁开眼睛，一口咬住了阿伟的手指。
在咬断阿伟2根手指后，阿珍又向比克吐出来一个金牌。比克看到了，瞬间明白，这是让他也坦白自己的罪行。原来比克一直和厂商签阴阳合同，除了直播间的分成外，他还独吞了厂商的回扣。Sorry, man. Okay, my son. I forgive you. You pay me back with interest. 一旁的运营已经快要崩溃了，他想赶紧离开这里，可恶魔怎么会让他逃走？只是轻轻抬了下手指，运营就前去了西北。现在直播间人数已经快要到达100万。另一边的猴子正瑟瑟发抖地躲在卫生间里，突然一双手抓住了猴子的大腿。还好猴子足够机智，一路逃到了录音棚，可怪物也已经跟了上来。但似乎只有猴子自己能看到怪物。面对怪物的步步紧逼，猴子急忙将见到的怪物样子告诉了比克。比克在网上查询，这才得知这只怪物叫做亚索。可这时怪物已经爬到了猴子的头上，只见猴子不断朝着空气划着刀子，最后自己杀死了自己。恶魔还是没有收手，他让阿伟站在凳子上自尽，要求观众点赞达到100万后就会放过他。粉丝们当然不想继续闹出人命，纷纷不停地给直播间点赞。可就在剩2%的时候，点赞却怎么也上不去。阿伟脚下的凳子被踢掉。比克知道他们都被恶魔给耍了，恶魔既然那么想直播，那比克就拔掉了网线。果然在这个的威胁下，阿伟被恶魔从绳子上放了下来。比克趁机在网上搜寻起对付亚索的方法，可这也被亚索发现，网线瞬间将比克捆绑了起来。但在最后一刻，比克将桌上的智能眼镜拿在了手中，通过智能眼镜的控制，比克终于找到了驱魔的咒语。随着咒语从他的口中传出，亚索像是被点燃一样浑身躁动，但亚索也不会坐以待毙，他挣脱了控制，对着比克就是一招 QE2连。阿伟趁机捡起了掉落的眼镜，他明白人多力量大的道理，他将咒语传输到了直播间上，在所有观众的吟唱下，亚索也终于离开了阿珍的身体。劫后余生的3人还以为安全了，可死去的胖子身上突然又钻出一只恶魔，然后对着直播间100多万观众念出了一段咒语。随后直播被切断，恶魔也消失不见。3人以为终于恢复了正常，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经大乱。刚才看直播的100多万人都被附身，都丧失理智，开始攻击身边的人。本以为是场普通的直播带货，没想到最后演变成了世界末日。我只想说，黑心商家和主播，且待且珍惜。